最近大家的快递都送到家门口了吗？送到的扣1，没送到的扣2。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前段时间交通运输部发了个新规，其中规定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情节严重的将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规定一出，立马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人觉得这可太好了，终于不用费时费力去驿站拿快递了，但也有不喜欢被电话骚扰的打工人觉得这样太麻烦了。而实际上情况看起来似乎也挺混乱，有新规引发快递小哥离职潮、转行送外卖的新闻窜上热搜，还有小作文将新规解读为借整顿快递打压电商，促进消费回流线下与传统实体。那么问题来了，这看着好好的一个规定，怎么就引出这么多矛盾了？以及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发达的物流设施，为什么你的快递还是送不到家门口？快递又到底该不该送货上门呢？这期视频我们就借快递终端派送中一个最典型的商业体菜鸟驿站来聊聊这些问题。先说快递该不该送货上门，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答案是肯定的。早在2007年，国家邮政总局发布快递服务行业标准，其中第2条就指出，快递服务是按承诺实现递送到收件人或指定地点并获得签收的寄递服务。2013年，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17条沿用并明确，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投递快件、邮件，应当告知收件人当面验收。到2018年，快递暂行条例中第25条又进行了重申，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但为什么除了顺丰和京东，好像并没有其他快递执行？因为这些条例只是规定而已，并没有明确处罚措施。说白了，就是全靠快递自觉。而这次新规看上去像下定了决心，明确规定违规将处以1至3万元的罚款。但从普遍的反馈来看，快递公司似乎并不买账，大家的快递还是躺在驿站快递柜，送货上门怎么就这么难？如果将视线放回到2013年以前，在网购刚兴起、还没有菜鸟驿站、也没有蜂巢的那些年，快递大概就是大家理想的样子。那时候快递时效并没有现在这么短，网购3、4天到货都是常见的事情，快递员也会挨个打电话或发短信送货上门。因此当时网上还流行过一阵晒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签收方式，比如从窗户扔你家屋里，又或者让你家脚店门把手带你签收。但这种投递伴随而来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丢件。随手一搜10几年左右的新闻，就有很多关于丢件的报道。另一边是从2009年淘宝举办第1届双11购物狂欢节开始，随之而来的平台电商的爆发，让快递行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单从包裹数量上来看，从2010年到2016年，几乎每年的增长都在50%以上。2010年全年快递包裹总量只有23亿件，到了2023年已经达到了1320.7亿件，翻了57倍，这就对快递行业运行效率提出了极大考验。因此过去几年，快递公司都在转向自动化分拣，申通旗下已经累计拥有自动化分拣设备235套，其中交叉带157套，摆臂78套，平均每分钟能分拣300件。圆通也安装了数百台 DWS 自动扫虫扫描设备。但在快递流转链条的主要5个环节揽件、分拣、运输、中转派件中，前4个都可以做到规模化和自动化，只有终端派件是做不到自动化的，必须依赖快递小哥人肉分发的。因此配送成本其实是整个物流体系中成本最高的支出。于是如何解决这最后1公里的配送问题，压缩成本，提高效率，就成了整个快递行业考量的重点。快递柜和驿站便由此应运而生。2012年至2015年，速递驿、中极驿站、蜂巢等快递柜品牌陆续成立，淘宝也开始入局。在2013年成立菜鸟网络，其中一个重要的板块就是打造菜鸟驿站。根据官方说法，菜鸟驿站是面向社区校园的第三方末端物流服务平台，在服务物流行业同时，持续提升末端运作效率，并为用户提供快递包裹暂存、代寄等服务，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最后1公里服务。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当你的快递派件方和菜鸟驿站合作后，你就不用在家苦苦等待快递送货上门了，可以在有空时到菜鸟驿站一键领取。最初，菜鸟驿站以大学为试点，为大学生提供代收服务，让学生们上下课时方便顺路取件回宿舍。后来又逐渐从校园发展到社区。当然，不少人都认为菜鸟驿站、蜂巢快递柜十分方便，毕竟打工人都要上班，家里也没有王妈可以收快递。
放在菜鸟驿站或快递柜，既解决了收件问题，又避免了丢件烦恼。对快递公司来说，将包裹直接放在菜鸟驿站，等于砍掉了状况百出的上门步骤，可以将派件环节大幅度标准化，以此提高配送效率。而快递小哥虽然要将收入掰一半给驿站，但想想这样送的单量会变多，钱也就赚得更多，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无论是快递员、快递公司，还是我们消费者，都有使用菜鸟驿站的动机在。菜鸟驿站也就这样乘着三方需求的东风，迅速开遍了全国每一个小区。而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你会发现，除了顺丰、京东、通达系的快递，基本再没有了送货上门的服务。甚至如果你要求快递员送货上门，好像还会显得你在无理取闹，没有体谅快递小哥的辛苦。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菜鸟驿站究竟是服务于谁？是消费者吗？确实，毕竟它解决了快递派送的时间错配问题，给无法及时收件的打工人提供了合适的存放渠道，并且还不收费。但更需要菜鸟驿站的，其实还是快递公司。前面我们说过，配送问题往往被视为效率的瓶颈，配送成本在2022年各家快递公司的成本支出里，甚至达到了50%以上。而将快递统一存放在菜鸟驿站，相当于是直接去掉了配送环节。毕竟最高效的配送就是不送，让收件人自己上门来拿。另外，随着电商的发展，全国快递包裹数十年翻了57倍，但与此同时，快递从业人员只是从54万人翻倍到了400万人，7倍多。这就意味着平摊到每个从业者每年承担的包裹数翻了将近7倍。有快递员分享过自己的送件量，平均每天在400到600件，大促时可能会达到上千件。如果都送货上门，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外，菜鸟驿站对于效率的提升也是肉眼可见的。根据中信建投的测算，每件快递终端的平均配送时长为8分钟，其中有4分钟花费在从社区门口送到家门口的路程。如果用快递柜省下这4分钟，意味着效率提升50%。而利用这省下来的时间，快递员又可以多接一些上门揽件的活儿，来优化自己的收入结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菜鸟驿站其实对快递公司才是刚需，消费者和快递员则是被动接受了这种刚需。当然，你说这就是快递公司的错吗？其实也不能。2003年，随着电商的兴起，特别是淘宝的出现，快递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圆通、中通、韵达、百世等快递公司开始为淘宝提供服务，电商件业务成为快递业发展的主流。2005年，为了紧紧抓住电商这棵大树，圆通抢先和淘宝合作，将20元的快递基础价降到12元，15元的区域件则降到8元，价格几近腰斩。这在快递行业内引起轩然大波，认为圆通这是不讲武德，有意扰乱市场，还打破了行业规则。但事实证明，圆通走对了。借着淘宝的东风，圆通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顺利地登上了快递业市占率第1的宝座。眼看着圆通起高楼，其他快递说不眼红，那肯定是假的。于是2012年，中通为抢占市场，掀开了快递业第一次惨烈的价格战，将单票价格拉低到了6元左右，甚至出现了10元3票、1000元包仓的跳楼价。2019年，申通加入战局，最低将每票价格降到了9毛钱。残酷的价格战下，2020年快递行业的单票收入降幅达到10%，而拼多多与下沉市场的崛起，还进一步将快递的利润空间带进沟里。据远川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我国快递包裹的平均货值已从2015年的160多块下降到了8块左右。而除了拉低平均包裹货值，电商平台的竞争格局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快递行业。2023年，电商平台掀起一轮低价大战，不仅阿里重提低价战略，就连刘强东也开始喊低价是唯一的基础性武器。快递公司只能含泪作赔，不断利用更低的价格来换取市场，导致行业单价一路走低。去年8月，申通、圆通和韵达的单票收入同比下降了7%至17%不等。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快递单价的定价权其实是掌握在电商平台手里的。因为对于快递公司以及各个区域的快递来说，电商平台的卖家就是他们最大的客户，所以快递公司即使卷到死也不敢对客户涨价。要知道，价格随便波动一下，客户就转投别家了。另外，快递公司的收入本质上是电商卖家的物流成本，而这又与消费者的购买力高度相关。京东为什么送货上门？是因为它客单价是淘宝的3倍多，自然能撑起高质量的物流服务。而拼多多9块9包邮的10双袜子，其物流质量只能是又不是没送到的水平。所以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
为什么你的快递送不到家门口？本质上就是因为不划算。快递公司跟着电商跑，在最低价成为电商主旋律的今天，快递公司根本无法通过涨价提升利润，只能借由驿站、快递柜来压缩末端派件成本。而对快递员来说，送货上门会严重压缩他们的派件量，导致工作量增大，收入却锐减。这也是为什么新规颁布后，快递公司和快递员都选择了无视它的存在。其实说到底，不论是热切希望送货上门，还是完全可以放在代收点，都是处于两极的少数人。更多的，大家需要的是选择的空间，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整个链条中不被隐形。作为商家，你大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消费者，运费是多少，商品价格是多少，服务费是多少。而作为消费者，我们也能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商品的价格和服务的代价，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为此付费。这几年，胖东来为什么那么受大家推崇？就是因为在他身上，大家看到了久违的真诚。消费者能感受到，原来我和商家不是对立关系，我们也可以知根知底。要知道，藏着掖着、偷偷摸摸转移成本，永远是饮鸩止渴。只有真诚才是唯一的必杀技。最后，对于快递是否送货上门，大家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跟我们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